大家好，这里是大雁 Talk。今天来讲一个话题，就是网络上经常说的，嗯，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是不是相对更友善一些？因为我之前有经常在网络上听到这种类似的言论，然后呃，一开始我并不是非常了解。那这次我有机会去了一趟马来西亚，嗯，我用我的切身体会来告诉大家。首先呢，我先说这个答案，就是确实马来西亚的华人会更友善一些。然后我来讲一下，说我在这个马来西亚的一些，跟当地的这个华人的一些接触。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那边经常坐那个，就是网约车啊，哈，类似于 Uber，但是它不是，它就是马来西亚自己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叫车的时候，经常会就反正有马来人，当然我这里要说一下，因为可能有一些地方的人他们不太清楚说这个马来西亚，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马来人跟马来西亚人还有马来西亚华人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概念就是说马来西亚华人是马来西亚华人，然后马来人是马来族的人，这个我想顺便提一下，因为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清楚。然后再讲回来说，就是当时叫了差不多有一半多是这个马来人的司机。哎，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如果是马来西亚人的话，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为什么这个好像马来人比较多，还有印度人啊，对，印度人跟马来人比较多会在开这个网约车，就是这个 Uber 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那华人相对少一些，但是也有。然后我接触了几个这个华人的这个司机，然后也跟他们闲聊。那马来西亚华人给我感觉就是确实是比较友善。那他不是那种就是非常热情，倒不是哈，就是因为我可不知道是因为我接触的不够多，还是说嗯这个是一个真实的那种感觉，就是说马来西亚华人他是比较有礼貌，然后比较文明，但是他跟你其实在一开始还没有聊的时候，他会跟你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就是就不会显得特别特别的这种热情。但是呢，如果你跟他聊天聊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蛮热情的，蛮高兴的。然后包括他们也会跟我讲他们对于这个马来西亚的一个期待也罢，然后一些优点也好，一些缺点也好，他们也会就是很就是愿意跟你讲这些东西，就是不会有就是特别的隔阂啊或什么的。我觉得聊起来还蛮高兴的。然后有时候他们也会提到说他们祖先来自什么地方比如说是广东的啊，或者是福建的呀。嗯，就是我觉得他们不排斥这个事情，而且他们很接受，而且甚至有些华人他还觉得蛮骄傲的。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就是说，嗯，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来龙去脉的一种认知，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有些人他会觉得，哎呀，我不喜欢这样，那没有问题，你也可以不喜欢这样。但是呢，有些人喜欢，我觉得这也是值得认可的事情。所以，马来西亚我觉得他们还是很从容的，就是说，对于过去的这个脉络，还有现代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他们结合了这个东西方的一些文明，同时也接触了这个就中华还有南洋的这种风情的这种融合。然后但是他们并没有在自己的这个脑子里或者心里特别的别扭，不会。我觉得他们整体来说，在这种文化的这种交流里面，我感觉他们还是就是很从容、很舒适的状态。所以我在马来西亚的话，跟这些华人接触的时候，我觉得很高兴，就是说，
他们还是相对还是比较热情，然后非常友好，然后很有礼貌，然后而且我能感觉他们其实，比如说，他们并不是非常的富裕。我们说实话，马来西亚，华人他们不算非常富裕，但是不能这么说，应该是说我接触的那些哈，因为马来西亚的这个富人阶层有很多很多华人，但是说我讲的是说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民众哈，就是并不算非常富裕，但是呢，我觉得他们整个素质的水平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一点也打破了很多人讲说这个数字是跟这个经济挂钩的，就是当你就是经济的水平要很好，你才有机会去培养素质。我觉得这个就不对。我觉得你看，马来西亚的华人他们并不算非常富裕，但是我觉得他们整体的这个素质水平都很高，包容性很强，就不会就是特别的排斥，就是主观上过分的去排斥，或者是去说一些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确实马来西亚的华人相对来说会让人更舒适一些，然后我也交了几个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朋友，然后并且马来西亚还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们的这个人好像也都比较坚毅，就是比较能吃得了苦并且能接受一些就是辛苦的事情，然后去换取一些更好、更美好的这样的未来。我觉得这点是马来西亚华人一个很重要的品德。还有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哈，刚好有碰到邻桌的拼桌的吧，那就是马来西亚当地的这个算大妈妈，就是她也跟我聊天，然后也跟我讲到说她去了很多地方比如说去台湾啊，去这个大陆的南方啊，就是去了蛮多地方，然后她还跟我分享她的一些经历跟喜悦，还有她的孩子我觉得蛮好，就是他们不会有那种就是很跟陌生人很强的那种隔阂啊、地方性啊，我觉得就是他会觉得跟你就是哎，反正聊得来啊，挺好的啊，然后他就愿意跟你多说一点，还说哎呀，我的孩子